女子香，泪断剑眼情多长，有多痛无自想，忘了你哦。孤单魂随风荡，谁去逍遥痴情郎？这红尘的战场，千军万马，有谁能称王？我尽管谁敢闯？望明月，心念悲凉，千古恨，轮回长，眼一闭，谁最狂妄？这世道的无常，注定敢爱的人一生伤。葛年为什么还不出剑？这样下去不行。剑客的生死成败是靠手中的剑来决定的。葛聂正是背负着天下第一剑之名的男人。你到底在等什么？为什么还不出剑？哦，你的剑还是那样，一样犹豫，一样气度。
百步飞剑。虽然曾经听说过它的威力，但是亲眼看到，还是比想象中更为惊人。原来葛聂一直退让，是在继续见识，犹如弓弦被拉得越弯，反射之力便越强。你现在上去，会比他们任何一个人死的都快。你们中间最终只有一个人会成功，代表鬼谷派去改变天地的命运。一人断喉，百步飞剑，很好。你果然已经练成了纵剑术中至高的必杀之剑。如果真的有必杀之剑，现在你应该已经死了。初入鬼谷之时，我曾经败在你的剑下。你是我生平仅见的武学奇才，当时如果不用纵剑术，我无法胜你。今天你发出了纵剑术的至高之剑，却连我一丝一毫也没伤到。你的确变强了。有件事，我一定要告诉你。今天是你最后一次用百步飞剑。葛聂的伤，这是……哎，怎么可能？这个难道也是？是百步飞剑，居然……你会百步飞剑？我是鬼谷弟子，师傅他老人家又凭什么不传我剑法呢？你到底做了什么？到底对师傅做了什么？世人只知道渊魂排名第2，而沙池却被称为妖剑。可见天底下都是些愚昧无知的人，只知道随波逐流，人云亦云。你到底是要驾驭他们，还是和他们一样？这就是你不顾一切要追求的梦。我的梦与你不同。你真可怜，你已经忘了到鬼谷第一天所说的话。你和那些人一样，都是愚昧不堪的废物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袁弘，好可怕的力量！纵与横，这就是每一代鬼谷弟子的宿命。这就是站在高处应该看到的风景。所谓强者，就是必须站在所有人的顶端吗？如果不把人都踩在脚下，他又怎会抬头看你，承认你是强者？这就是唯一的生存之道。弱肉强食，
不过是世间万物的天性罢了。我们虽是同门，却必须争个你死我活，这也是天性。这是鬼谷修炼最强者的门规，历代相传，每一代都是纵横天下的霸者。纵横天下，这难道不正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吗？然而，被这样的门规所驱使着的我们，就可以算是强者了吗？3年之期已满，你我之间必有一战。这个问题很快就会有答案了。如果提出的问题本身就有问题，答案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哼，师哥，你该不会是害怕了吧？才说这些不知所云的废话。小庄，我并不怕与你一战。怕也好，不怕也好，我只知道一件事：决战的那一天，我们中间必定有一个人会倒下。你确实变强了，但有一点，你却始终没有改变。作为剑客，你始终太过在意剑的本身。小庄，你败了。居然用断剑制服了魏庄。众生之下，面对同样掌握百步飞剑的魏庄，能够果断地放弃剑客，视为生命的佩剑渊火，这个人对于剑的领悟，真的是到了超越凡人的程度。很好，你终于证明了自己不是一个废物。师哥，从见面的第一天开始，我们之间就注定会有一个倒下。来吧。我一直很清楚，你和我从来就是一样的人。居然暗箭伤人！可恶！你的致命弱点是什么？你太过执着于所谓的正义，和你的那些梦一样，愚不可及，师哥。大叔！师傅，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说不清楚，恐怕没有人说得清楚。有人说，真正了解他的人只有他的对手。当你面对他剑的那一刻，可惜，当你面对他剑的那一刻来临时，恐怕再也没有机会开口了。他真的有那么可怕？他的剑或许真的很可怕，但是到底是真是假，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人愿意去了解。他的剑，绝大多数人所了解的，都是关于他手中剑的传说。至于他本人，知道的就更少了。他没有朋友吗？好像没有。一个都没有？好像是的。那他一定很孤独。剑本来就是孤独的。我有种很奇怪的感觉。什么感觉？我感觉他好像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。
似乎他一直活在另一个人间。可能吧。我还有一种感觉，他既没有朋友，也没有亲人，好像很可怜，很可怜。有这样的感觉是非常危险的。为什么？剑原本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东西之一，任何与剑距离太近的人都会受伤，甚至失去自己的生命。受伤？包括他自己在内。哦，这样。有一句话，你一定要记住。什么话？永远不要爱上一个以剑为生的男人。一路灯火阑珊，踏遍桑田沧海。我有你在我身旁，就都干。为你守着我在云开，故人归来，过尽了千帆，只为沧海。守着春去秋来，花香如在，只为你盛开。守着我在云开，故人都归来，看遍了山海，人人轮换，相看潮汐到白雪。为爱守着我在云开，月光不改，洒遍了千帆，沥沥落海，任凭春去秋来，花香仍在。